国家保安局调查月儿，夫妻俩重归于好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本期我们接着来讲间谍顾佳佳的故事。昨晚上，小舅子有礼的到访，稀里糊涂的被夫妻俩蒙混过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阿念揉着眼睛，睡眼朦胧的走出房间，对着门口的绿植就说道：“父亲，你今天怎么看起来绿绿的？”老二的叮嘱道：“赶紧去洗把脸，吃完早餐去上学了。”洗手间里的月儿见阿娘进来，也打着招呼，表示好遗憾呢，昨个阿娘没能见到有礼啊，那是谁啊？没想到阿娘已经忘了这事儿，明明之前还那么期待呢。不过昨天还真是热闹呢，谁能想到月儿的弟弟竟然会是个秘密警察呢？阿娘这才想起来，舅舅昨个来拜访一事。不过更令她吃惊的是“秘密警察”4个字，是个什么东西？警察加秘密就等于……一想到错过了天大的刺激，就哭喊着为什么不先是给阿娘认识？哎，原来你这么想见她吗？总之，这场小舅子风波暂且过去了，如今还是要将重心放在阿娘的学业上。不过，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约尔布莱尔，弟弟是保安局成员的他，身边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在市政府上班，而且明面上也看不出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真实身份。就直观而言，他是清白的。对，更何况他原本就是怕引起保安局的人怀疑才伪装结婚的，就更不可能知道弟弟是保安局的人了。不，这样妄下结论太危险了。要是他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呢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接近我呢？对凡事都要持怀疑的态度，是他黄昏的宗旨。老艾德已经下定决心要探查一下月儿的身份了。然而，听到父亲心里想法的阿娘很清楚，母亲并不是父亲想的那样，就准备开口告诉父亲，母亲她其实……但这种话怎么可能直白的说出来呢？那样不就暴露了他的能力吗？于是改口道：“母亲做饭好难吃。”月儿深受打击，果然还是被阿娘发现了，叫个是他做的早饭。吃过早餐后，阿娘收拾东西就准备上学了。就在出门之际，老艾特突然叫住了月儿，手里是拿着一个纽扣状的东西。在月儿身上安装窃听器，会不会有点太过了？不，这是必要的，必须将不安的萌芽扼杀在摇篮里。这可是关乎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死。为了确认月儿的清白，老艾特借以脖子上沾上东西为由，将窃听器安装在了月儿衣领下面。不明所以的月儿差点误以为是老艾特要给他一个出门吻呢。果然昨天的余温还没散去呢，这下就让错过好期的阿娘吃了个大瓜。不仅如此，月儿还在心里自责，亲嘴做不到，料理也做不好。昨天还是老艾特先生帮忙才度过的，他还是没有扮演好一个称职的妻子。总觉得今天的老艾特先生给人的感觉好疏远呐。想到这儿，月儿心里就有些难受。阿妮听到了全过程，虽然有很多没听明白，但也从两人的神情中看出来了。上校车前回头看了一眼他们，说道：“父亲和母亲，你们不可以吵架哦。”父亲俩一愣，赶忙表示他们没吵架呢。倒是阿娘，老艾特郑重提醒道：“一定要和同学们好好相处呢。”目送着阿娘上了校车，夫妻俩也道别，各自去工作了。当然，约尔是去政府上班，而劳埃德就另有打算了。国家保安局总部，正在换衣服的尤里被中尉问道：“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昨个不是说去祝贺你姐姐结婚了吗？”我有点断片了。哼，也可能借着酒劲儿对你姐夫大打出手了吧？可我怎么能把姐姐交给那样的家伙呢？哦，是个讨厌的家伙嘛。说到这儿，尤里回想起昨天劳艾特的温柔相对，只能不情愿地表示他是个好人，但转头就补充道：“那些骗子和间谍不也都伪装成好人的样子吗？没错，干脆把他当成间谍，直接送进牢里。”冷静点，你有证据吗？就抓人。说起证据，尤里突然想起，好像光顾着喝酒，忘记装窃听器了。不过立马就想到，要是万一听到姐姐这样那样的声音，他的小心脏可承受不住呢。原来你那伤是自残的吗？行了，你姐要是过得幸福，你就该承认对方了。你也是时候将重心放在工作上了。我们肩负的使命可是逮捕西国间谍黄昏，这也关乎着你姐姐的安全呢。中尉的话让尤里冷静了下来，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。反正那家伙只要让姐姐流一滴眼泪，他都不会让她好过。这不巧了，约尔此刻正一边工作一边抽泣着，嘴里还嘀咕着她不是个合格的妻子。为此，他向经验丰富的同事问起，要怎样才能做个好妻子呢？被同事反问道：“你们夫妻俩感情出问题了吗？”约尔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“并不是感情问题，只是对他而言，本身就是第一次和男士交往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，就连基本的做饭都做不好。”约尔和同事的倾诉透过窃听器都传到了老艾的耳朵里。果然和他调查的一样，约尔并没有和男士交往的经验，这对伪装妻子来说的确是很难。并且因为阿娘一句话的破坏力，约尔对自己是越来越不自信了。从调查和窃听的角度来看，约尔的确是为了扮演好妻子在做出努力，但还是不能排除是在欺骗他的可能，所以他必须主动设局，得到关键性的证据。就在此刻，约尔和同事们的谈话因为上司的呵斥终止了。上司交给了约尔一个任务，去邮局寄一封信。老艾德知道他的机会来了。很快，约尔便来到邮局，将上司的信交付完毕。走出邮局的时候，看着门口墙壁上贴着的广告“夫妻安心储蓄”，约尔突然想起，他和劳艾德的账户是分开的，琢磨着要不要把他工作的收入用来补贴家用呢？是不是就能作为妻子帮到劳艾德先生了？正想到这儿，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：“喂，那边的女人，我们有话想要问你。”来人竟然是国家保安局的秘密警察。约尔被吓了一跳，忙说道：“他什么也没做啊！”心想这是不是刚才看夫妻广告被怀疑是单身女性了？于是又说道：“我已经结婚了。”搞得梁警官愣在原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搭讪的呢。
其实这两人根本就不是保安局的警官，而是由劳埃德和弗兰基伪装的。被叫来干这种重活的弗兰基还一脸不乐意的冲劳埃德抱怨：“我们是负责审查邮件的人员，在你刚才的信件里，我们发现了可疑之处，这恐怕是寄往西国的加密文件吧？当然这是伪造的假信件。”约尔当然不知情了，毕竟这又不是他的信。被问到叫什么名字时，约尔支支吾吾的说道：“叫约尔福杰。”但话音刚落，就被弗兰基指出名字根本就不对吧？果然你是同伙吗？越说约尔就越不自信，虽然自己没犯事，但名字是伪造这点的确让他难以解释。趁此时机，两人又加了把火。你知道吗？前几天就有个市政府被抓来的间谍，看样子内部腐败相当严重吧？是啊，那家伙的下场可好惨啊！据我所知，经过了严刑拷打，他精神崩溃，最后好像咬舌自尽了呢。说起来，上个月和他有个年纪相仿的女人也被带走了，好像还是个议员秘书呢。嘿嘿嘿。哦，那个人呀，这家伙嘴上说着不乐意，竟然还搞这种人设。那女人是因为有亲属在保安局，所以被释放了。对啊，这可是我们保安局的特权呢。局里人的亲属有嫌疑，基本就不了了之了呢。所以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劳埃德的计划很简单，假如约尔知道自己弟弟是保安局的人，这种情况肯定会报出尤里的名字。面对尤里的同行，他没必要隐瞒。要是约尔真的这么做了，那就说明之前的一切都是在和他演戏。可听了这么久的约尔突然低下头，喃喃道：“我每天都有在为动过的人们努力工作，当然不管是明面上还是暗地里都是，我绝对没有任何卖国行为。”弗兰基可不管这么多，人设已经立好了，当即就要上去抓人。可他哪里会是约尔的对手，凡事就被擒拿住了。约尔不客气地说道：“之前就说了，他已经结婚了，请不要随便碰他。”稍微教训了下，还是放开了弗兰基。被一招制服的弗兰基此刻已经打起了退堂鼓，但老艾特仍旧不依不饶：“竟敢对保安局的人动手，我们是不会轻饶你和你的家人的。”此话一出，约尔的手指头发出了咯咯响，表示她的丈夫和弟弟都是非常温柔善良的市民。你们要是企图对他们动手，哪怕是保安局的人，她也绝不手软。少尉啊，这个暗号好像看错了吧？有了老艾德的台阶，弗兰基顺势而下，将这场闹剧以暗号看错了为由，就此结果，表示这只是一场误会，约尔可以离开了。看着约尔离去的背影，弗兰基吐槽道：“这可真是个扯淡的任务。”老艾德表示这是必要的工作，由此洗清了约尔的嫌疑。见老艾德神色异常，弗兰基提醒道：“你该不会是因为怀疑他而心存内疚吧？我可是警告过你哦，你要是还珍惜这条小命，就别在任务中掺杂多余的情感，任何人都不能相信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只能遵循这种方式活下去。”虽然话说的没错，但被你顶着这张脸说教，总感觉很不爽。可恶，这不是你做的吗？亏我还想用这张脸去泡妞呢。用欺骗的手段和女性交往是不好的，你有资格说这话？画面一转，来到约尔一边，经过了这场闹剧，正忐忑不安地走在回家路上。别看之前气势汹汹的，可心里还是吓得不轻。别说是当个好妻子了，差点就被逮捕了。福杰家的名誉险些就因他毁于一旦，并且还意气用事地打了警察，也不知道今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。约尔小姐，这时张子下班回家，碰到他的老艾德叫住了他。没等约尔反应过来，和今早上一样，老艾德表示他衣领下有脏东西，顺势将窃听器给回收了。可这时约尔却突然低头道歉，表示他不是个合格的妻子，料理不会做，连外表也收拾不好。约尔小姐，这个世上大多人又何尝不是在生活中扮演自己呢？像是身为父母该怎样，身为妻子又该如何？当然，这样追求理想而努力生活固然很棒。但太过受限于这些而迷失自我的话，有时候反而会得不偿失。就像我所就职的医院，也有很多病人就因此痛苦不已，因为一味的演戏也会令自己精疲力尽的。所以约尔小姐也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就好了，这样反倒是不容易被人看出破绽。而且阿娘一定也更乐意看着你面带微笑。听了老艾的一番话，约尔心情舒畅多了，向老艾德表示他很庆幸自己的结婚对象是老艾德先生。反倒是说的老艾德一脸尴尬，又想起了弗兰基的话：“你该不会是因为怀疑他而心存内疚吧？”他握紧了拳头，捏碎了窃听器，扔进了垃圾桶，向约尔说道：“今天是他们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，虽然是假的，但多少也买个蛋糕回去吧。”猪马车的声音响起，就代表着阿娘放学回家了。一进门，阿娘就瞅见父亲母亲在一块布置蛋糕，笑着冲他们说道：“父亲和母亲重归于好了呀，都说了我们没有吵架。”好了，到这里就是今天过家家任务14的全部内容了。下期预告：体育课场争霸赛，字字挺身而出。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关注和订阅哦，该系列会持续更新，你的点赞越多，速度越快。那么我是麒麟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